台湾人是相当有爱心，台湾人在捐款行善的这个部分不落人后的。但是我这边也要稍微提醒，捐款人的钱一毛都不可以浪费。欢迎来到安舅舅舅的频道。很难想象1岁的凯凯，他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曾推车在路上走，偶有长辈会说多生几个要为社会做贡献。想必不少人在听闻这个连无还手之力的婴儿都可以下此毒手的保姆，一定是恨之入骨。但除了愤怒之外，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思考该如何的杜绝这类悲剧的发生，让台湾的公益环境变得更为友善。3月15号，我在我的社群发起了2项调查，我想了解2件事情。第一是大家对大小公益团体捐款的倾向，第二是大家对公益团体品牌行销企划支出的态度。截止至3月19日的午时，第一个调查投票数是528票，选择有名的大型公益组织是占了 67%， 较少数是选择小型的公益组织。不得不说，比较有名的大型公益组织往往比较具有公信力，而且社会曝光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被大众所知道。第二个调查投票人数是450票，79%的人认为公益组织的品牌行销企划支出呢是有必要的，其中 66% 的人认为应该设定一个法定支出上限，有 20% 的人认为呢这部分开支是没有必要，专心做事就好。品牌建立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品牌的价值就是帮助大众可以快速的辨识和关联。只是公益组织不同于公司，捐款人的钱该如何正确的被使用，需要透过合理的制度来规范。这里我想到了2个方面。首先呢，请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法规，因为法律的制定本身具有滞后性，在实际操作中呢，难免会有一些僵化的情形。比如说这个公益劝募条例的第17条，劝募团体办理劝募活动之必要支出呢，最高其实不能超过募款的 15%。台湾的爱心人士之多，其实在随处可见的志工身上就可以有所体现，但是志工还是不能替代专业的社工，在社工的人力支出方面呢是无法省去的，而且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场地的租金问题。对一些小型的公益团体 15% 的上限就会给他们的正常运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其次，为何有一些公益团体它有钱的程度可以到超乎想象呢？事实上也有不少真正在做事的公益小团体，他们却很缺钱。这种资源的不均不仅源于制度上对财团法人社团法人的规定不同，也是大众获知公益团体实际运营情况的资讯有限的结果。我想需要一个被大众所知悉又比较具有公信力的平台来整合公益团体的资讯。大家对于公益团体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上个礼拜我实地走访了一家在新北永和设立不久的公益协会，服务对象主要是以单亲家庭、经济弱势的孩子为主。他们虽然只是7个人的小型公益团体，服务的孩子还不多，但我看到了他们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本分，陪伴有需要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们服务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完全免费的。我想免费不是廉价，免费是恩典。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这个公益团体弥勒谷。清月姐你好，我是卓卓。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正如其他同事预先跟我说的，您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不过好像您在童年开始也有一段比较灰暗的时期，是这样子吗？是的，因为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然后我在满2岁那一年又罹患了小儿麻痹，我就失去了我行动的自由。那也因为失去行动自由，家人觉得我只要识字，不需要念太多书，所以我只有小学4年级的学历。大概在小学之后，我就是完全的靠自学，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本破旧的字典然后开始学习。10年里面其实我也蛮封闭的，对，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不想要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灰暗到一个地步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的必要，很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21岁的那一年，教会的大学青年大概5-6个人到家里面来探访我，周花2次的时间，一次大概2个小时。那他们带我讲讲他们的故事，然后跟我聊聊天，然后问问我的近况，会带我唱一些很好听的诗歌。当时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寂寞非常孤单的人，因为毕竟关在家里10年，我都没有出门，也都没有朋友。对，那也因为他们的关心，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从他们这一群人当中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这一群陌生的人会来关心我呢？会想要花时间来陪我聊天呢？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因为耶稣的爱。您的这个信仰之后又是如何影响你设立这个弥勒谷的初衷呢？在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走出了我的世界。原本我是封闭的。你说小学4年级，现在连大学生要找工作都很不容易，对不对？是。那我只有小学4年级的学历，我怎么样找工作呢？所以我一直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去找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某一个公益团体的一些活动，那就有公益团体的人认识了我，他们就觉得我说话也挺好听的，好像讲起话来逻辑也蛮通的，所以他们就刚好有一个总机的工作，那我就从总机开始做起。总机的工作之后，接触过很多的工作形态，对，那也从这些不一样的工作领域跟形态当中我做了很多的功课跟学习。为什么现在会有弥勒谷？进入教会之后，就是跟学生在一起陪伴，这件事情可以让人改变的。那你说陪伴能做什么？事实上，陪伴就是陪他们聊聊天。可是对被陪伴的孩子来说，他们长大了，也经历了工作、婚姻，这些人他们后来给我的回馈是，可能很多话不敢对父母说，可能很多话没有办法去跟学校的老师聊，因为可能会被骂，或是会被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事实上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只是有一个聊天的对象，有一个发梦的出口吧。我就又重拾了我一直很想要在陪伴学生的这件事情。您之前是什么工作？统计行政。之前其实做过蛮多不一样类型的工作，我有做过像是软体研发，或者是做一些商品经营、服务业，然后我也有做过像是就是其他的 NGO， 就这种公益组织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转而从事公益服务呢？就是那个生活有点规律，然后每天要处理的事情都差不多，是那些就是觉得比较没有挑战性的。因为以前也是学教育相关的，所以本来就很喜欢小朋友，然后就还是想要跟小朋友接触。您之前就是从事公益服务嘛？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一直想从事这一个行业呢？也许没有那么一直，因为其实是有在换过跑道，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说它好，那可能我们造成了某一些利益，在一般的工作上面是这样。可是除了好之外，也许有时候我们还可以把事情做到对。这个东西是让我觉得，其实公益活动的这些工作，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魅力的。那在弥勒谷的话，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就是第一线跟学生接触，然后就是主要就是陪伴他们，然后教他们写作业啊，然后带他们一些活动。哪些时刻是让你觉得很触动的吗？因为每个小朋友他都有不同的个性，然后就是他们刚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点排斥这里，然后就是要跟他们慢慢磨合，然后就是了解到他们的点，然后再跟他们相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像是以前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先用哭的来表达，但是我们就是慢慢的教导他，引导他，就现在就比较可以自己说出他的需求，而不是发生任何事情都直接大哭。在弥勒谷服务的过程中，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孩子或者家长吗？这个我会讲的比较隐晦一点，因为我不是很希望说就是让孩子的隐私能够就是太容易被曝光。可是我会说，其实这些小朋友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和成长背景，可能跟我们一般就是相较之下，他们都很容易有他们自己比较辛苦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就是
像我有碰过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在里面跟其他小朋友在互动的时候就说：“爸爸对你好不好啊？”然后那个有爸爸的小朋友就说：“不太可能不好吧，没有道理对我不好。”然后他们还是就问的小朋友还是默默玩玩具，但是他就说：“有爸爸听起来还是蛮好的。”你知道这些小朋友的背景，然后你在看他们的这些对话啊，或者是一些关系上面，其实我得说他有时候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心酸的啦。对，你今年几岁了呀6岁、 ？6岁是吗9岁、7岁，那你来弥勒谷多久了？快1年了。你平时都是什么时候会来这边呢？看平日，平日哦，是放学都会来吗？都会来哦。喜欢来弥勒谷吗？来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妈妈带他打过。因为妈妈要上班，对吗？所以妈妈没有办法，所以你到这边你觉得很安全是吗？因为妈妈每次没空，然后我们都在全家等她，学校的全家等她，都在等她很晚，所以妈妈才叫我们来这里。觉得弥勒谷的老师和外面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可以告诉我吗？我们吃饭给你们吃饭是吗？你喜我们吃饭陪你们写作业，就一直会陪伴你们是吗？就是你记得弥勒谷的老师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呀？弥勒谷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弥勒谷是一个有爱的地方。他对你说弥勒谷是一个有爱的地方，让你印象很深刻，因为你有实际感受到是吗？你有没有想对弥勒谷的老师表达什么吗？感谢啊，谢谢啊，或怎么样的，有吗？有哦，你可以说出来吗？偷偷的告诉我也可以。有吗？其实我们协会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那都是募集过来的，那包括了像是图书啊，然后甚至是玩具啊、铅笔盒、文具等等，在地的里长其实给我们帮忙其实蛮大的。那包括了像是元宵节，我们想要给小朋友灯笼，最近募的一些像是电暖器啊，然后像是空净清净机，因为小朋友多起来，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我们是在一个叫居西政务网的地方去募集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对这种公益团体非常友善的一个平台和公司。那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公益者的那个身份去加入的话，那他们也会就是在大家要送东西出来的时候，也可以去勾选一些像是公益团体优先。张小姐您好，我是卓卓请问您是怎么了解到弥勒谷的呢？什么跳蚤拍卖活动，就是一个机缘这样子。弥勒谷这边的有个管理大哥说：“你需不需要到楼上了解一下？或许会对你有帮助哦。”对，是楼下那个管理大哥。对，因为他看着我带孩子上班，然后有时候坐在他旁边，对，有时候坐在管理室旁边，两个孩子坐到我中午下班，或是说下午又等我下班，刚好正逢孩子就是小6毕业，一个是幼稚园毕业，那刚好那个时间也是处于暑假的阶段，所以对我这种单亲带孩子的人来说，是个真的是蛮头痛的问题，因为就是经济有限，然后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安置孩子，因为也有儿少法的问题。对，就是说几岁以下不能把孩子去搁置在屋内，所以我就选择带孩子上班。就刚好大哥管理员的大哥就说：“来弥勒谷看看。”刚好暑假阶段他们也有一些活动，对，我就帮孩子报名了。您的孩子到弥勒谷已经多久了呢？去年暑假到现在，差不多快1年了。一直会来吗？一开始是暑假营，后来他有开课后班，对，然后就一直持续来，对，
那他因为他也喜欢，所以我就想说，就鼓起勇气问老师可不可以来这样子。您的孩子喜欢来米乐谷吗？哦，喜欢。对，首先是请姐姐来，然后那时候妹妹就还没有啦。后来妹妹来了也很喜欢。您觉得孩子在米乐谷有哪些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吗？像姐姐本身就是因为可能单亲造成她的一个性格的自闭跟自卑，她来这边的话，她会主动跟老师和同学去做一个很好的互动，然后相对的也变得稍微比较开朗一些。对，要不然以前他可能就闷在那边就不讲话。您觉得米乐谷实际上是有帮助到您和您的孩子是吗？对，他来这边我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因为我们要工作嘛，然后不然他在家也是在看电视啊，就是看一成遍的电视啊。对，像我们这种个案的家庭来讲的话，是真的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福音。它可以让我安心的工作，让我把孩子就是在这边。然后让我没有烦恼，说担心孩子的安危或是什么的。您希望孩子们在米乐谷能够收获什么呢？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然后可以获得一些关心跟陪伴，然后也信任我们可以分享他自己开心啊、不开心或者烦恼的事情，补足家庭或者是学校无法给予他的这些关心，同时也会建立他们良好的就是规范跟品格，让他们有正向的发展。我们能做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像是补救性质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在缺乏陪伴，那我们给他陪伴。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的起步的根基他相对来说比较低，那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根基填满，希望能够让这个落差能够再缩小一些。这边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台湾有很多的公益团体，有一些公益团体其实已经很有钱了。好，已经非常的庞大到很有钱了。期待捐款人可以就是把你的钱要放在最能够发挥效益的地方嘛，因为你一定不希望有钱是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把它花出去。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公益团体，它如果是有接受政府委办，基本上政府就会有补助，包括人事、行政费用、水电瓦斯，甚至房租。可能都是政府补助的，捐款人大概也要在这个部分稍微想做了解，然后再去做您的捐款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希望捐款人的钱一毛都不可以浪费。如果您也认同米乐谷所做的事情，可以透过查看本影片的介绍栏下的资讯来联系到米乐谷，不管是介绍他们给其他有需要的家庭或孩子，还是您也想协助他们走得更长久，都非常的欢迎。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吧，不见不散。